你们知道吗？一部剧能同时拥有2个完全相反的标签，一边是预约量突破300万的顶流待播剧，另一边却是原著作者亲自下场怒撕剧方的舆论风暴。这听起来很矛盾，对不对？但这件事真真实实的发生在谭松韵和刘学义主演的《兰香如故》身上。这部剧到底有多大阵仗？桐华编剧就是那位写出《步步惊心》的金牌编剧亲自操刀剧本。导演黄颖香前作《御赐小仵作》口碑不俗，再加上谭松韵和刘学义这对公认的演技派组合，怎么看都是一部与 quote 稳赢与 quote 的作品。故事讲的是大学士府长孙女沈佳兰，因为家族蒙冤覆灭，不得不顶替一个丫鬟的身份，改名许兰香，潜入林府为奴。她要在阶级的枷锁里一步步突围，最终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这里有个细节特别值得一说。这部剧没有给女主开与 quote 金手指与 quote。 沈佳兰的逆袭靠的不是天降贵人，也不是突然开挂，而是实打实的智慧和手艺。她凭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，硬是从一堆账本里揪出了漏洞。她靠着精湛的制香技艺，一步步打入上层圈子搜集情报。她甚至悄悄组建起一个与 quote 女子商帮与 quote， 慢慢拿捏住整个林家的经济命脉。每一步都是智商和情商的双重较量，没有一步是靠运气。而更让人上头的是，他和男主林锦旗之间那种极致的宿命拉扯，一个是主子，一个是奴婢，两人曾经有过婚约，如今却隔着身份的鸿沟互相试探。那种与 quote 我知道你是谁，你却不知我已经认出你与 quote 的张力，再加上家族恩怨未言的真相层层压着，让他们的每一次对视，每一句对话都暗藏讥讽。等到林锦旗发现真相之后，在家族责任和个人情感之间那种撕裂式的痛苦抉择，光是想想就让人上头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就在剧组风光关宣开机的同一天，一场看不见的风暴已经悄悄埋下了引线。细心的书粉发现，剧版把女主的名字从陈香兰改成了许兰香，男主的名字也从林锦楼改成了林锦旗。乍一看只是个小改动，但原著作者何燕山坐不住了。他先是连发2条微博，用与 quote 彩蛋与 quote 的名义解释角色名字背后的深意。女主的名字暗指与 quote 陈香兰与 quote， 寓意她历尽千帆，终于沉淀下来。男主的名字则暗合《陋室铭》里那句与 quote 斯是陋室，唯吾德馨与 quote， 象征他在女主的影响下完成自我救赎。字里行间其实已经在暗示不满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有粉丝出来打圆场，说角色改名其实是好事，能让书粉和剧粉与 quote 书剧分离与 quote 互不打扰。没想到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导火索。何燕山直接反问，既然要书剧分离，那为什么改编还要用他原著里的人名？这句话一出，评论区瞬间炸了。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，反而愈演愈烈。没过多久，何燕山正式发长文维权。他坦言，自己当年签合同的时候，只是个毫无话语权的小透明，条款全是平台单方面定的，自己压根没有修改的余地。他说，就算原著被批评的再不堪，改编也可以大改剧情，他都能接受，但把所有人物的名字全部推翻重来，这实在让他想不通。他提出的要求其实非常简单，既然人名书名都改了，那至少在宣发文案和片头写清楚原著和原作者的名字。可现实是，剧方官博发的每一条宣传物料都没有出现过他的笔名。而这背后藏着多少无奈，何燕山在文章里写得很清楚。他说自己一直低调过日子，不愿意和资本正面硬碰，可当最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的时候，他只能选择公开发声。他说，为了安抚自己，剧方官博一度转发了原著小说的微博，可就连这条转发的文案又引发了新一轮争议。他当时心里就已经有预感，后续绝对不会顺利。而事情的走向也确实印证了他的担忧。他还特别澄清，自己从来没有针对过任何一位演员，这次发生完全是因为内部沟通反复无效，才不得不摆到台面上说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其实类似的情况在行业里并不罕见，只是很多原著作者选择了沉默，而何燕山选择了站出来。他在文中反问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，
同样是内容创作出身，为什么剧方就不能多一点将心比心？这句话也让不少同样是创作者的网友感同身受，纷纷在评论区声援他。而这场风波还没完全平息，6月下旬又添了一把火。在腾讯视频的年度发布会上，官方启用了一套新的与 quote 无番位与 quote 规则，演员姓名按姓氏笔画排序，而不是按番位高低排列。结果就是刘学义的姓氏笔画数更少，被排在了谭松韵前面。要知道，谭松韵原本一直是当仁不让的一番女主，这一次却因为姓氏笔画的原因，失去了排在最前面的位置。粉丝们瞬间坐不住了，关于这套新规则到底公不公平，网上吵得不可开交。如果你也觉得这背后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琢磨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的全貌。说真的，这些争议背后其实藏着一个行业里很少被摆到台面上的问题：原著作者在整个影视改编链条里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他们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角色和名字，背后凝结的是无数个日夜的心血。可一旦进入资本运作的流程，他们往往连最基本的署名权都要靠公开发声才能争取。这不是何燕珊一个人的困境，而是很多网络作家共同面对的现实。当然，抛开这些争议不谈，观众最关心的还是这部剧本身到底好不好看。目前释出的物料里，谭松韵挑战从16岁到60岁的年龄跨度，光是老年妆就要花上6个小时才能完成。高温天气下还得用针把汗水从特效化妆层里排出来，敬业程度可见一斑。刘学义这次也彻底颠覆了以往的仙侠形象，饰演一个亦正亦邪的武将，不仅亲自上阵打戏，还自己设计了几场与 quote 血泪镜头与 quote 两位演技派的正面对决，确实让人充满期待。说个有意思的点，这部剧还有个不太一样的定位，它并没有把重心全部压在爱情线上，反而更强调女性互助与成长，融合了权谋斗争和商战元素，古代女性追求自由与自我价值的主题贯穿始终。中式美学也是这部剧被反复提及的亮点，服饰纹样参考古朴，随着角色的成长而变化色彩，园林的框景、漏景层层叠叠，被不少剧粉称为有与 quote 小红楼与 quote 的韵味。不过前期释出的物料也不是一片叫好，部分观众反馈剧情节奏偏慢，有种与 quote 流水账与 quote 的感觉，男女主之间的互动也被吐槽缺乏真正的 CP 感。口碑目前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，有人为中式美学和演员演技疯狂打 call， 也有人对叙事节奏表示担忧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关心这部剧的剧情本身，还是更在意原著作者的这场维权？你觉得与 quote 无番位与 quote 按姓氏笔画排序到底是真正的公平，还是另一种变相的不公平？300万预约量代表的是观众实打实的期待，但一部剧要真正被记住，光靠热度是不够的，尊重原著，尊重创作者，才是能让一部作品走得更远的地基。希望兰香如故最终呈现出来的是配得上这份期待的诚意之作。我们下期见。